李大少，你可知罪？小的不知罪，请皇后娘娘明示。若是小的做的菜不合娘娘口味，小的甘愿受罚。你做的鱼香肉丝为什么这么好吃？啊，娘娘，您说什么？不说，你做的鱼香肉丝太好吃了，害得本宫连吃了3碗饭，撑得都快走不动路了，腰都快断了。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做的这么好吃，想让本宫长胖，丢皇上的脸？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合着我罪重大，是因为菜太好吃了？古代的皇后也这么可爱吗？唉，回皇后娘娘，小的真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小的的手艺太好了，连小的自己都控制不住。再说了，娘娘天生丽质，就算多吃3碗饭，也依旧貌美如花。皇上只会更疼娘娘，怎么会嫌娘娘胖呢？这话拍得皇后心花怒放。你这个厨子还挺会说话，嘴甜的像抹了蜜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赏你50两银子。以后本宫每天都要吃你做的菜，顿顿不重样。要是敢偷懒，本宫就罚你给本宫包1个月的瓜子。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小的一定遵旨，保证让娘娘都吃得开心，吃得满意。现代的我为什么会在皇宫当厨子？事情还要从1个月之前说起。我靠，哪个缺德的把我扔垃圾桶里了？我说哥们儿，你是来抢饭碗的，还是来污染钢水桶的？我操，什么鬼东西！别碰别碰！我这刚做完美容 SPA， 妥妥的钢水桶沉浸式泡澡，你这手比钢水还脏好吗？你丫的是蛆啊，还做 SPA！ 赶紧从老子身上滚下去，不然老子把你炒成下酒菜！炒我？就你这连钢水桶都能掉进来的手残兵，怕不是要把自己炒成黑料理吧？再说了，我可是这片钢水桶的一哥。你个破蛆，给我扯犊子！这破地方到底是哪儿？老子怎么会在泔水桶里？拜托，哥们儿，你看这装修，这氛围感，当然是御膳房 VIP 钢水专属包厢啊！我说，你该不会是穿越过来了吧？看你这穿搭，土掉渣了，不像咱古代的人啊！穿越？你放屁！老子明明在自家小吃摊前颠勺炒粉，怎么就穿越了？还特么掉进这破泔水桶里！你急什么急？坦淡定点行不行？穿越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？我这双越区无数的眼睛见多了。前几天还有个穿西装的哥们儿掉进来，说是搞互联网的，非要给我拉投资，说什么做 AI 漫剧身加固呢。我不仅穿越了，还特么撞坏了脑子，居然在一桶泔水里被一只蛐给鄙视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哥们儿，你手里这口黑锅看着包浆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炒个钢水蛋炒饭？我天天生啃烂菜叶都吃腻了，想改善改善伙食。你放心，我绝不白嫖，我给你付钢水币。滚蛋啊！别暴躁啊，老铁！等你以后在御膳房站稳了脚跟儿，记得给我留口新鲜的生菜，主打一个抱大腿呀！抱你腿！再逼逼一句，老子把你这破干贝桶给端了！大胆刁民！竟敢擅闯御膳房偷泔水！来人呐，给我拖下去，打断他的狗腿，扔去乱葬岗喂狗！御膳房太监，老子真穿越了！
我明明在摊位上炒着最后一份鱼香肉丝，早已预约了38号技师，就因为脚底一滑，我靠！老子真穿越了！别人穿越开局不是皇子就是王爷，老子开局是个泡泔水桶的偷干流贼！还敢装傻充愣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让这刁民知道，我御膳房的泔水不是他这等贱民能碰的。刀下留人！我不是偷泔水的，老子是厨子，顶级大厨，懂不懂？星级酒店排队抢着要的那种。你们今天要是把我打死，以后想吃极品美味都没地儿整，绝对后悔一辈子。厨子，就你这从泔水桶爬出来的盐干撒样，浑身上下透着股酸臭味儿，也配叫厨子？我御膳房最低等的烧火杂工都比你干净100倍。你炒的菜狗都不吃。人不可貌相，泔水桶不可斗量。别废话，敢不敢打个赌？给我一口锅，一块肉，一点葱姜蒜。我要是做不出让你跪着喊666的菜，我这条命你随便拿。我要是做出来了，你就得把我留在御膳房干活，管吃管住，绝不能亏待我。皇上最近胃口越发刁钻，昨天刚有2个御厨因为炒的菜不合心意，被打了板子赶出宫。我正愁出没人顶雷呢，这小子信誓旦旦的，不如让他试试。行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6不6的，我还6、7、8呢。完了完了，这死太监眼神不对劲，他不会是想搞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吧？小子，机会给你了，好好珍惜。要是搞砸了，我不光打断你的腿，还把你扔进净身房深造，让你和他们俩做同事，好好交流交流感情。就这些，多一滴油，多一粒盐都没有，做不出来就自认倒霉，去净身房报道吧。公公这是故意拿糙料子难我。就这些，够了，足够我做一道神仙级的鱼香肉丝了。老帮菜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瞧好了！死鸭子嘴硬，御膳房的食材皆是精挑细选，能给你这些已是格外开恩，休得不知好歹。真当御膳房是寻常灶房，任你胡来！怎么可能？咱家年轻时也是江南响当当的名厨，后来得罪了巡抚，才被净身入宫。这几十年见过的御厨，没有100也有80，却从未见过如此快、准、稳的刀工。这小子的刀法，竟比宫里最顶尖的御厨还要恐怖几分。
难不成这小子是哪家隐世名厨的徒弟，故意来御膳房藏拙？慢工出细活，急不得，定要做出最地道的滋味，别辱了我的手艺。成了，这香味，保管你们闻着就挪不开脚。别光拿鼻子吃啊，王总管。王总管，尝尝，不敢尝，你就是认输了。这可是从泔水里捞出来的人，可是这味道简直是在往咱家的天灵盖里钻呐！就吃一口，吃一口，我就挑刺弄死他！太好吃了！这简直是神仙吃的东西。咱家活了40多年，以前吃的那些宫廷御宴，跟这一比，简直就是猪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菜，这是咱家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菜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李大勺。好，好一个李大勺！从今天起，你正式入编御膳房，以后你就专门负责给冷宫的李贵妃做饭。啊！冷宫，合着老子拼了命的在这耍，就只配去给冷宫的妃子做饭？小李呀，你糊涂啊！冷宫好啊，你想想，在冷宫，你不用早起请安，不用疯狂加班，更不用看领导脸色，没有996，没有职场 PUA， 那简直是这深宫大院里的世外桃源呐！你先在那儿基层锻炼着，沉淀沉淀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哥哥我肯定提拔你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你特么绝对是怕我做的菜万一惹出事，想让我去冷宫背锅当炮灰。唉，算了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开局一个碗，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能先混个包吃包住的安全区，苟着也不错。冷宫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李贵妃因为当众顶撞皇后，穿得像个花孔雀，被打入这里已经2年了。御膳房那帮孙子都觉得我倒了大霉，被发配到了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每天做3顿饭，剩下的时间全是我的。李贵妃胃口小，我就变着花样给她做。这是什么面？番茄鸡蛋面。我小时候生病，我妈就给我做这个吃，吃一碗，病就好了。自从那碗番茄鸡蛋面后，高冷的李贵妃终于有了烟火气。我以前在江南的家里，也最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。闲来便与贵妃娘娘讲讲外头新奇趣事。那飞机嗖就飞上天了。往日清冷的娘娘此刻也听得入了神。吃饱喝足晒太阳，这日子给个皇帝都不换。
反观御膳房那帮人，那叫一个卷。这做的什么猪食？一股子中药味儿，皇上一口没吃，全砸了！你们这群废物！李大少，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？别人都在御膳房累死累活的干活，你倒好，在这里偷懒摸鱼。王总管，我活都干完了，李贵妃的午饭我已经做好了，她正吃着呢。我活干完了，不晒太阳干嘛？难道要跟你们一样，天天卷到大半夜，做出来的菜还是没人吃？你干完了就不能找点别的活干吗？你看看御膳房的张厨子，每天主动加班到深夜研究新菜式。哼，再看看你，除了会做那几样破菜，你还会干什么？王总管，工作讲究的是效率，不是时长。我1个小时就能干完别人1天的活，剩下的时间当然要用来休息。再说了，张厨子天天加班，研究出来的新菜式皇上爱吃吗？还不是一口没吃。哼，努力没有用，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倒霉。这小子说的还真对，张厨子加班加了半个月，用了几十种珍贵食材，花了3个时辰做出来的龙凤呈祥，皇上尝了一口就吐了，嫌弃一股子中药味难吃的要死。那你成天闲着，你就不能也研究点新菜式？我研究了呀，我昨天刚研究出了一道酸辣土豆丝，李贵妃说特别好吃，连吃了2碗饭呢。酸辣土豆丝，那也叫新菜式？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晒太阳了，跟我回御膳房。今天晚上淑妃娘娘的生辰宴缺人手，你过来帮忙打下手。我可告诉你，要是搞砸了，我们都得掉脑袋。你就在这儿切菜，把这些胡萝卜全切成丁。没事干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煮菜呢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淑妃娘娘最讨厌吃甜的了，这汤现在肯定甜的发苦。加水，快加水！不行，快加水！汤散了，加盐压一压。大家七嘴八舌，但没有一个管用的。眼看就要上菜了，张厨子急得都快哭了。张厨子，你怎么办事的？要是淑妃娘娘生气了，我们都得掉脑袋。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一个冷宫的厨子，懂什么宫廷大菜？果然甜的齁人。去，给我拿点醋，再拿点辣椒面和葱花。你要干什么？别问，照做就行。好了，尝尝吧。
原本甜的发苦的汤，加入了醋和辣椒面之后，竟然变得酸辣可口，鲜香开胃。珍珠粉的甜味和醋的酸味，辣椒的辣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，比原来的汤好喝了100倍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好，太好了，李大嫂，你可真是我们的救星啊！生辰宴上，淑妃喝了这道改良版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赞不绝口，当场赏了御膳房50两银子。李大嫂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提拔到咱们御膳房的正式厨子，你不用再去冷宫了。完了，我的摆烂生活结束了。自从淑妃生辰宴一战称神，我在御膳房的地位那真是从冷宫边缘人直接逆袭成御膳堂顶流，堪比现代小透明突然爆火涨粉100万。以前那些鼻孔朝天的老厨子，现在见了他点头哈腰的比见了王德福还殷勤。大勺啊，如今御膳房上下光景，往后便多仰仗你了。还是冷宫好啊，每天睡到大中午，不用应付这群戏精，还能跟李贵妃唠唠嗑、摸鱼划水。虽说李贵妃先前失宠，被安置在冷宫那片偏僻宫室里，可待人温和，比这些争风吃醋的鸟好伺候多了。现在倒好，天天被当成驴使唤，主打一个身不由己。李厨子，冷宫那边的李贵妃急召，点名要吃你做的鱼香肉丝，说少吃一口睡不着，催你快点，晚了要罚我抄100遍宫规。王公公，王公公，李贵妃的传膳口遇到了，您快着点吧。快，大叔别磨蹭。虽说李贵妃先前在冷宫安置，可终究是贵妃身份，咱得罪不起。拿出你12分的手艺，要是搞砸了，咱俩都得卷铺盖滚蛋。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李厨子，你火了，彻底火了！贵妃娘娘吃完那是龙颜大悦呀，这是本宫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要是生在民间，她都想弃宫跟你去开小饭馆儿。还送了本宫这个，娘娘说了，这是她亲手绣的，给你当谢礼，还让我捎句话，以后你的鱼香肉丝只能给她先做，谁抢跟谁急。李大勺接过手帕，看着上面细密的针脚，嘴角抽了抽。这贵妃娘娘怕不是把我当成专属厨子了？不过这手帕还挺好看，留着擦锅好像有点可惜。劳烦公公公替我谢过贵妃娘娘，小的一定记在心里。他不知道，这一盘鱼香肉丝直接拉开了后宫抢厨子大战的序幕，堪比古代版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李大侠在哪儿？哼，我们淑妃娘娘听闻李厨子做的鱼香肉丝滋味绝妙，无人能及，特地遣我前来知会，今日想亲口尝一尝，索性在此等候一番。不是吧，大哥？昨天刚给李贵妃做了，今天又来一个，你们后宫娘娘们就不能换个菜点吗？换菜？我们淑妃娘娘说了，别人有的她必须有，别人没有的她也要有。公公息怒，息怒，大叔这就做，保证让淑妃娘娘满意。这哪是后宫啊，这分明是美食打卡现场，我就是那个被迫行业的打工人。李厨子，你可太牛了！我们娘娘吃完，直接把赏钱甩我脸上，说以后每天都要吃李大勺做的菜，顿顿不重样，钱不是问题，还说要给你颁个后宫第一厨子的牌匾。这消息简直堪比现代热搜，直接爆了榜。要知道，淑妃可是后宫顶流，受宠程度堪比现代顶流明星，连皇帝都得让她3分，能得到她这么青睐，那可是天大的荣耀，比中了状元还风光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快传遍了整个后宫，各个妃子们瞬间就不淡定了，
妃子们纷纷派人来御膳房抢名额，场面一度彻底失控。李厨子，快！我们贤妃娘娘要吃你做的宫爆鸡丁，强调要微辣，多放花生，少放葱，不然扣你工资。别听他的，我们德妃娘娘要吃酸辣土豆丝，要脆一点，酸中带辣，辣中带香。要是做软了，我们娘娘就让你去扫冷宫。还有我们丽妃娘娘要吃麻婆豆腐，要嫩的能夹出水，麻辣入味儿，最好能配3碗米饭。娘娘说了，吃不完你得陪着吃。别急别急，七公主殿下也要吃，要番茄炒蛋，番茄要去皮，鸡蛋要嫩，不许放糖，不然殿下就哭给你看，让皇上罚你搓衣板。救命啊！我这是造什么孽？早知道当初就不摆烂了，现在好了，直接从摆烂人变成了过劳死预备打工人。王德佛那个王八蛋却笑得合不拢嘴，每天收赏钱收到手软。王德佛原本佝偻的腰杆都挺直了不少，整个人春风得意。大勺啊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以前咱们御膳房天天挨骂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现在倒好，天天收赏钱。我这个副总管终于扬眉吐气了。福星不敢当，我就是个被迫行宴的厨子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就得提前退休去冷宫养老了。麻烦还在后头呢。妃子们为了能先吃到我做的菜，简直卷疯了，连带着他们的太监也开始卷起来。这架势堪比现代粉丝抢偶像演唱会门票。我们贤妃娘娘先来的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应该先给我们做，不然我们娘娘就去皇上那儿告你偏袒，胡说八道。我们德妃娘娘天不亮就派我来了，我在门口排了2个时辰的队，比上朝的大臣还积极，凭什么先给你们做？你怕不是活腻了，敢跟我们德妃娘娘抢，我就抢，怎么了？哼，我们贤妃娘娘比你们德妃娘娘受宠，你能奈我何？受宠又怎么样？我们德妃娘娘后台镜，真闹起来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住手！我服了你们了，行不行？我一锅炒2份，同步出锅，谁也不偏袒，这下总行了吧？再打，我今天就罢工，谁也别想吃我的菜。算是像。可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王德福头疼不已，一边是得罪不起的妃子，一边是御膳房的顶流厨子，只能天天在旁边陪着笑脸端茶倒水。大勺，再坚持坚持，为了赏钱，为了御膳房，冲啊！实在受不了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的胳膊就得废了。看来只能祭出那个现代排队神器了。都排好队，凭号取餐。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许抢。来领号，按号码顺序做菜。谁插队，取消当天的点餐资格，概不例外。这办法一出，果然立竿见影。御膳房门口，太监们乖乖排成了1字长龙，再也没有出现过抢人的情况。王不得看着整齐排队的太监们，忍不住给李大勺竖起2个大拇指。大勺啊，你可太聪明了，这办法都能想出来，简直是天才。哼，这有什么？现代超市排队都这么干，你们古代人就是没见过世面。可我没想到，刚解决了抢菜的问题，又迎来了新的内卷。王总管，通融通融，这是小的一点心意，只求给我们娘娘整个靠前的号码，以后还有重谢。不行不行，要公平公正。
王德福靠着倒卖号码牌赚得盆满钵满，对我更是感激涕零，每天都给我夹大大的烤鸡腿，恨不得把我当爹供着。李大少，皇后娘娘听闻你做的鱼香肉丝堪称一绝，特意点名要吃。限你半个时辰内做好，要是敢怠慢，扒了你的皮！完了！我不敢怠慢，打起12分的精神。皇后娘娘，求你嘴下留情，我还想活着回冷宫摆烂啊！此时的我坐立不安，来回踱步。不要！我不想死！李大少，皇后娘娘传你过去，你最好有心理准备。完了完了！早知道就不搞这么多名堂了，老老实实摆烂不香吗？李大少，你可知罪？小的不知罪，请皇后娘娘明示。若是小的做的菜不合娘娘口味，小的甘愿受罚。你做的鱼香肉丝为什么这么好吃？啊，娘娘，您说什么？不说，你做的鱼香肉丝太好吃了，害得本宫连吃了3碗饭，撑得都快走不动路了，腰都快断了。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做的这么好吃，想让本宫长胖，丢皇上的脸？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合着我罪重大，是因为菜太好吃了？古代的皇后也这么可爱吗？唉，回皇后娘娘，小的真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小的手艺太好了，连小的自己都控制不住。再说了，娘娘天生丽质，就算多吃3碗饭，也依旧貌美如花。皇上只会更疼娘娘，怎么会嫌娘娘胖呢？这话拍得皇后心花怒放。你这个厨子还挺会说话，嘴甜的像抹了蜜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赏你50两银子，以后本宫每天都要吃你做的菜，顿顿不重样。要是敢偷懒，本宫就罚你给本宫包1个月的瓜子。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小的一定遵旨，保证让娘娘都吃得开心，吃得满意。好家伙，古代的女人也太能吃了吧！3碗饭，这饭量比我在现代的室友还能吃，真是刷新我的认知了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，因为我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。这位九五之尊也想来尝尝这能让后宫妃子抢破头的鱼香肉丝，而我即将迎来一场更大的考验。给皇帝做菜，稍有不慎，那就是掉脑袋的风险。皇帝最近心情很不好，他吃了几十年的宫廷大菜，早就吃腻了。什么山珍海瑞、燕窝鱼翅，在他嘴里都跟嚼蜡一样。皇上最近更是食欲不振，吃什么都没胃口，都瘦了好几斤了。臣等看了，都说皇上是脾胃虚弱，开了不少补药，但一点用都没有啊！皇上，臣妾最近发现御膳房来了个新厨子，叫李大勺，做的菜特别好吃。臣妾以前也没什么胃口，自从吃了他做的菜，一顿能吃3碗饭呢。要不你也尝尝？哦，真有这么厉害？哼，御膳房那些厨子手艺也就那样，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来？皇上，您尝尝就知道了。臣妾保证，您肯定会喜欢的。
皇上下旨，让李大勺今天晚上做一道菜。李大勺要给皇上做菜了，他能行吗？皇上的口味那么挑，以前多少御厨都被他骂走了。哼，我看悬，他做的那些家常菜怎么能入得了皇上的眼？要是他做砸了，我们都得跟着倒霉。小李啊，这次可全靠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做，千万别搞砸了。要是皇上满意了，我们以后就都飞黄腾达了；要是皇上不满意，我们都得掉脑袋。王总管，你放心吧，不就是给皇上做道菜吗？小事一桩。小事一桩？这可是掉脑袋的大事！你想做什么菜？要不要我把御膳房最好的食材都给你拿来？什么熊掌、鱼翅、鲍鱼，你随便用。不用不用，那些东西太油腻了，皇上肯定不爱吃。我就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就行。家常菜？你疯了！给皇上做家常菜，你想找死啊？你就听我的吧，保证皇上吃了还想吃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素的烹饪方式，比如这只刚刚溜达完的走地鸡，它的归宿就是这口滚烫的热油锅。桌子上只有一道菜，用一个普通的瓷盘装着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就是一些鸡肉丁配上花生米和黄瓜丁，颜色倒是挺好看的，但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名贵的菜。皇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李大勺做的菜？这也太普通了吧！家人们，不，皇后你懂什么？这摆盘毫无颗粒度，这鸡肉丁的大小简直是一眼假，根本没有形成高端餐饮的商业闭环。朕乃95之尊。朕就算饿死，从这大殿上跳下去，也绝不吃这等乡野村夫的粗鄙之物。皇上，您先尝尝再说嘛。鸡肉滑嫩入味，花生米酥脆可口，黄瓜丁清爽解腻，甜酸辣麻4种味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层次丰富，口感绝佳。朕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朕原本以为宫廷大菜就是天下最好吃的了，没想到一道普普通通的小炒菜竟然能这么美味。真香！快，再给朕盛3大碗米饭，汤汁别端走，朕要拌饭。从来没见过皇上吃饭这么香过，以前都是浅尝辄止，今天连头都不抬一下。整个景宫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当今圣上95之尊竟然当众舔盘子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绝对会成为天下最大的笑话。皇上不可啊！这道菜简直是纯纯的碳水炸弹，您的龙体摄入热量超标了啊！去你的太医！朕今天就要碳水循环。这个菜味道还不错，那个厨子叫什么来着？回皇上，叫李大勺。好，李大勺，赏黄金100两，升他为御膳头主事，以后朕的1日3餐都由他负责。小的遵旨。那个李大勺，明天再给朕做几道他拿手的菜。对了，今天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回皇上，叫宫保鸡丁。宫保鸡丁，好名字，以后这道菜就列为宫廷御膳。我的天！皇上竟然把盘子都舔干净了！李大勺也太厉害了吧！一道宫保鸡丁就征服了皇上，以后我们跟着李大勺，肯定吃香的喝辣的。从此，我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，在御膳房说一不二。但我不知道，我的美食不仅征服了皇宫里的人，还即将引发一场皇宫史上最大的罢工事件。自从我负责皇帝的1日3餐之后，皇上的胃口越来越好，脸色也红润了不少。李大勺每天变着花样给皇帝做各种现代家常菜：鱼香肉丝、宫保鸡丁、麻婆土豆腐、酸辣土豆丝、番茄炒蛋、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黄焖鸡米饭，每一道菜都让皇上赞不绝口。皇上现在一顿能吃4碗饭，比以前胖了10多斤。我成了皇宫里最受欢迎的人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人跟我打招呼，给我塞好吃的。
但我并不满足。我觉得天天做这些家常菜有点腻了，我想做点不一样的。这天，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在现代最爱吃的螺蛳粉，那酸辣鲜爽的味道，那独特的臭味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说干就干。没有米粉就用红薯粉代替，没有酸笋就用腌了3年的老酸菜代替，没有腐竹就用油炸豆腐皮代替。虽然原材料不太正宗，但灵魂味道绝对不能差。那独特的臭味瞬间飘满了整个御膳房。什么味道这么臭？是不是茅房炸了？好像是从李厨子那边飘过来的。李厨子在做什么？怎么这么臭？是不是什么东西坏了？李大勺，你在做什么呢？赶紧把窗户打开，再不开我就要窒息了。王总管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螺蛳粉，闻着臭，吃着香。不信你尝尝。我才不尝！这么臭的东西肯定难吃死了。你赶紧把它倒了，要是被皇上闻到了，我们都得挨骂。别啊，我好不容易才做好的，我先给皇上端去，皇上肯定喜欢。别！皇上要是闻到这味道，肯定会生气的。你可别惹祸。李厨子，皇上问你今天的午饭做好了没有？皇上都饿了。做好了，我这就给皇上端去。完了，这下肯定要出事了。李大勺，你端的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臭？回皇上，这叫螺蛳粉，是小的家乡的特色美食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您尝尝就知道了。还有那股难闻的臭味，心里有点抵触，但他相信我的手艺，于是拿起筷子。下一秒，皇帝的眼睛亮了，粉条劲道爽滑，汤汁酸辣鲜爽，还有酸菜和豆腐皮的香味。虽然闻着臭，但吃起来却异常美味。那种独特的味道，让人一吃就上瘾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李大勺，明天再给朕做1碗，不对，做2碗。小的遵旨。消息传开，整个皇宫都震惊了。皇上竟然吃了那么臭的东西，还说好吃，大家都很好奇，这螺蛳粉到底是什么味道？于是，各个妃子都纷纷派人来点螺蛳粉。我每天都要煮好几锅螺蛳粉。那股独特的臭味飘遍了整个皇宫，太监宫女们一开始都很嫌弃，但后来也忍不住好奇，偷偷尝了一口，结果一尝就上瘾了。皇宫里到处都弥漫着螺蛳粉的臭味，这下可苦了那些不爱吃螺蛳粉的人，尤其是那些负责打扫卫生的太监，每天都要清理大量的螺蛳粉汤碗，被臭味熏得头晕眼花。有几个体质弱的太监翻了个白眼，甚至直接被臭晕了过去，倒在地上。终于有一天，10几个负责打扫卫生的太监受不了了，集体罢工了。皇上，小的们实在受不了了，这螺蛳粉太臭了。小的们每天闻着这味道，饭都吃不下，觉都睡不着。再这样下去，小的们都要没命了。皇上不要再让李厨子做螺蛳粉了。朕也知道螺蛳粉味道大，但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根本戒不掉啊！皇上，小的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在皇宫里专门建一个螺蛳粉食堂，让喜欢吃螺蛳粉的人都去那里吃。食堂里安装排风系统，这样臭味就不会飘出来了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于是，皇宫里第一个螺蛳粉食堂很快就建好了。从此以后，喜欢吃螺蛳粉的人都去食堂里吃，再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了。罢工的太监们也都回去干活了。一场由螺蛳粉引发的危机，就这样被我轻松解决了。我在皇宫里越来越火，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，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嫉妒。其中最嫉妒我的，就是以前的御膳房总管刘厨子。他在御膳房干了30多年，手艺精湛，深受先皇的信任。可自从我来了以后，他的地位一落千丈，皇帝再也不吃他做的菜了。抢我饭碗，我绝不让你好过。刘厨子心里恨得牙痒痒，一直想找机会报复我。这天，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极其阴损的办法。太后娘娘不好了！御膳房那个李大勺是个妖怪，他用妖术迷惑了皇上和各位娘娘。哦，此话怎讲？
太后娘娘，您想啊，那李大勺做的菜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为什么大家吃了都欲罢不能？肯定是他在菜里下了妖术。皇上最近天天吃他做的菜，都胖了10多斤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龙体肯定会受损的。确实，那李大勺的菜太邪门了，怎么会那么好吃？肯定有问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小的敢用脑袋担保，那李大勺肯定是个妖怪，他来皇宫就是为了害皇上的。太后娘娘，您一定要明察啊！来人，把皇帝和李大勺给哀家叫来。皇儿，你可知罪？儿臣不知罪，请皇额娘明示。你被妖怪迷惑了，还不知罪？这个李大勺根本就不是人，是个妖怪。他用妖术在菜里下毒，迷惑你和各位娘娘。你要是再吃他做的菜，迟早会被他害死。神他妈妖术，老子这叫降维打击！这群古代土鳖根本不懂什么是科技与狠活。皇额娘，您听谁胡说八道呢？李大勺怎么可能是妖怪？他就是个普通的厨子。普通的厨子能做出那么好吃的菜？刘厨子都跟我说了，他肯定是用了妖术。是啊，皇上，小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让人把它拿去检验，肯定能查出妖术的痕迹。哼，刘厨子，你是不是嫉妒李大勺，故意陷害他？小的没有，小的是为了皇上的龙体着想啊！皇上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当场试验，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用了妖术。皇儿，就按刘厨子说的办。如果他真的没用妖术，哀家自然会还他清白；如果他用了妖术，那就立刻把他处死，以绝后患。行，那就试验一下。李大勺，你就在这里做一道菜，让他们看看你有没有用妖术。小的遵旨。我当着太后、皇帝和刘厨子的面，开始做红烧肉。古代人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碳基生物的终极软肋，最高端的化学魔法——美拉德反应。整个过程都在众人的注视下进行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红烧肉做好了，色泽红亮，肥而不腻，香气扑鼻，整个慈宁宫都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。还是原来的味道，太好吃了。皇额娘，您尝尝。下一秒，他的眼睛亮了，这红烧肉也太好吃了吧！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甜咸适中，香气浓郁。他活了这么大年纪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红烧肉。天哪，哀家从未吃过如此人间美味，哀家的 DNA 彻底动了。太后娘娘，您别吃啊，这菜里有妖术！胡说八道！要是大家吃的菜，怎么可能有妖术？哀家愿意天天被这妖术迷惑。就是，这么好吃的妖术，朕希望多来点。刘厨子，你自己手艺不行，就嫉妒别人，还敢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！来人啊，把刘厨子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，罚去浣衣局洗衣服。不要啊，皇上，小的冤枉啊！太后娘娘，李贵妃娘娘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太后娘娘，李大勺是个好人，他绝对不是妖怪，求太后娘娘明察。好了，哀家知道了。李大勺，你是个好厨子，以后哀家的一日三餐也由你负责了。小的遵旨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说我用妖术了。我彻底坐稳了御膳房总管的位置，成了皇宫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排了2个时辰的队，这最后一串烤面筋是我的，我先看到的。胡说！是你先看到又怎样？是我先下的单，不是我先给的银子。先到先得，懂不懂啊？你个老六，撒手！不行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串面锅也是我的。Oh no！
你敢信？堂堂大夏太后，居然在皇宫里跟一个扫地小太监上演护食大戏？这事儿还得从3天前说起。自从我李大勺当上御膳房总管，直接整顿皇宫职场，废除打骂，拒绝画大饼，做5休2，大家对我那叫一个死心塌地。每天做饭，一点精神文明建设都没有。要是能在皇宫里开个现代那种夜市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说干就干。皇上，只要搞了夜市，咱们就能拉动后宫内需，实现大夏经济内循环，把宫斗的精力转化为 GDP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虽然听不懂，但大受震撼。皇帝猛地一拍大腿，站起身。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感觉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朕了。就这么办。李大勺，你负责全权筹备，需要什么尽管说。不收摊位费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妃嫔太监皆可摆摊，搞钱才是净道理。3天后，正式开业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特制好物物美价廉嘞，地道特产精巧小货应有尽有，快来看看呀！皇上快看，这款造型别致的唐人模样真精巧。喜欢，朕为你承包整个唐人摊。少放葱花，多放辣，吃完这不回家。我要2串烤茄子，老板能用花呗？不是，你能赊账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朕全都要。好嘞，烤面筋，烤面筋，融化皇上的心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真香！胡说！我是这个银子。皇夫人，别抢了，您这身手，不去跳广场舞可惜了。小的该死，小的一看您就是气质名媛，没想到是太后娘娘，求太后娘娘给我一个5星好评，不，求娘娘饶命！李大勺，给这位小公公的单买了 ，V 再给皇额娘 V50两银子，烤20串烤面筋，打包带走，记在朕的账上。好嘞，老板大气。算你走运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这串就赏给你了。年轻人要讲武德。皇额娘，您这算不算微服私访翻车现场？哀家在宫里待着太卷了，出来反卷卷怎么了？这夜市还挺好玩的，以后必须经常开。哀家要当这里的 VIP。好，以后每个星期都开。尝尝，吃完这串，忘掉所有烦恼。好吃，爱了爱了。那一晚，整个夜市热闹到半夜才结束，大家都玩疯了。从此，皇宫夜市成了固定节目。而我李大勺的烤串摊，全员举着银子疯狂往前挤，绝对是这皇宫里永远的神。时光一晃，我穿越到这个古代世界整整1年了。别人穿越要么称霸朝堂手握兵权，要么逆袭开挂压群芳，唯独我李大勺画风清奇，老老实实扎根御膳房，凭一手烟火小长菜疯狂圈粉。1000两，出1000两白银，只求李总管今天能亲自下厨，给我炒一盘鱼香肉丝，喂我一盘，听懂掌声！1000两算个屁，我出1500两。
我老母亲临终前的唯一心愿就是尝一口李总管亲手做的麻婆豆腐，谁也别跟我抢，别逼我跪下来求你。1年时间，我不靠权谋，不搞内卷，只用一道道最普通的良常菜，就征服了整座皇宫。上至皇帝太后，下至宫女太监，全员沦为我的忠实吃货粉。不接外单，绝不内卷，主打一个稀缺限定。李总管，我的亲爹！外头的达官贵人们为了抢一盘菜，衣服都快扯烂了，连几位尚书大人都卷起袖子要动手了。您看，咱们要不稍微开个小差？掐塞，不存在的。我李大勺主打的就是一个00后整顿古代职场，拒绝内卷，到点下班。纵然外面漫天高薪邀约，权贵追捧，我的底线也绝不动摇。告诉他们，想吃我的菜，老老实实拿号码牌排到明年去。以前在现代，天天晚上摆地摊炒盒饭，被城管追得满街跑，为了堆积如山的房租账单发愁，跟那群狐朋狗友在路边摊把酒言欢。哦对，还有洗浴中心那个回眸一笑的38号技师。前世的日子忙碌又窘迫，满是一地鸡毛，可那终究是我的故乡啊！我操，什么鬼？时空穿梭系统能量充值100%，已完全解锁，是否即刻返回原世界？2888秒，超计时60秒，将执行默认返程。我去！你不早说！合着老子不是纯裸穿，是自带系统挂的大佬。你这破系统休眠了整整1年，反射潮绕地球3圈了是吧？主打一个迟到开挂。大勺，黄焖鸡米饭什么时候好啊？真饿的能吃下一头牛。前世打工还债，辛苦奔波，终日内耗，今生被全员偏爱，被众人珍视。不回去了，与其回去当牛做马，疯狂内耗，不如我在这儿当个祖宗，疯狂外耗别人，主打一个既来之则安之。这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。懂了，年假系统有退路，但我就是不选，主打一个人间清醒，极致通透。蛰伏许久，终得重逢，终于找到你了，食神大人。明天的菜单可得排满啊！皇上专属的黄焖鸡米饭，太后的秘制红烧肉，还有贵妃娘娘心心念念的番茄鸡蛋面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属于我李大勺的古代无敌厨神生活，才刚刚拉开精彩的序幕。